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屏幕前的大家一个问题：说起绘画工具，你首先脑海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画笔呀、画纸呀、颜料这些很常规的，大家可以想象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在画唐卡的时候呢，其实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比如刀子、玻璃管呀、石头。那说起这些东西，好像跟画画是完全扯不上关系。那他们怎么又是成了唐卡中必须要用的小工具呢？如果想知道的话，接着往下看吧。首先呢，是这个手电，它让我们画画的时候手不用直接的接触画面，这样子能够保证画面的干净。除了让我们的手不直接和画面接触以外，它还能扫除画面上的灰尘和橡皮屑。这个是每个唐卡画师都必备的手电工具。第二个呢是玻璃瓶，那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谜底揭晓，它就是用来擀平粗颗粒的颜料的。因为粗颗粒的颜料平涂的话是很难很平的附着在画面上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玻璃瓶，把不平的地方擀平。在画粗颗粒的颜料之前呢，我薄薄的涂了一层细腻的颜色作为底色。一个呢是因为铺一层底色可以让粗颗粒的颜料更好的附着在画面上，另外一个呢也是可以让粗颗粒的颜料有一个更好的发色。那右边的这片荷叶呢，就是已经画好的粗颗粒，但是它现在还是很不平。那我们现在就拿出我们的玻璃瓶，慢慢的把它擀平。现在我们看见玻璃瓶上的颜料就是在擀平的过程中多出来的。因为玻璃瓶的弧形形状，所以它只会带走多余的颜料，而不会破坏已经画好的地方。当我们把颜料擀平以后，会发现画面上有一些小洞，这个是刚开始画颜料的时候没有填满的原因。用笔沾上颜料，再次将它填满就可以。现在我们来听一下颜料画好的声音。现在是我们的玛瑙刀出场了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就是用来给黄金抛光的。同样的，画黄金色之前是需要给它铺一层底色的，跟之前画粗颗粒颜料一样，一个是为了能更好的粘在画面上，另外一个是为了发色。黄金刚刚画上画面的时候呢，是像土一样的颜色，也不发光，颜色也很暗沉。但是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，我们用玛瑙刀的刀尖轻轻的、慢慢的、一点一点的给黄金抛光。所谓给黄金抛光，其实就是在画面上反复的摩擦，让它出现光泽。
等画面的黄金抛好光以后，你再看它，随着光线的变化，黄金也跟着光线闪着光。最后呢是滑石笔，它是专门用来在已经画好的颜色上面作画用的。因为已经画好的颜料是很金贵的，不可能拿铅笔那么硬的东西往上面画，这样子会破坏画面。像我们刚刚画好的荷叶，用滑石笔画上它的脉络，如果遇到画错的地方，用手电轻轻的一擦就掉了，这样子不会破坏到画面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。看完以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转发。如果有任何关于唐卡绘画和藏地生活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区跟我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